最近，美国情报界发布最新报告，内容让许多人震惊。北京目前不但没有准备在2027年动武攻台，甚至连统一的具体时间表都尚未定下。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涵？难道中共突然变得善良，不想武力犯台了吗？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接下来就深入来看看这个武统台湾的神话如何开始，为何现在出现动摇，以及中共背后打的如意算盘究竟是什么。自从两岸在1949年分治以来，中将统一一直是中共宣传的核心目标之一。所谓武统，指的就是以武力统一台湾。多年来，这个话题在中国内部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炒得沸沸扬扬，仿佛统一台湾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有不少所谓军事专家放言解放军多少年内就能拿下台湾，甚至有极端言论声称3天内解放台湾这类惊人之语。一时间，2020年武统，2025年解决台湾问题等传闻在网络上流传，许多好战的舆论把武力犯台形容成轻而易举、板上钉钉的未来事件。然而，这些年头过去了，台湾依然屹立不倒，中共也迟迟没有动手，武统神话的预言一再落空。回顾两岸70多年的局势演变，中共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上曾多次踌躇而止步。最早在国共内战结束之际，1949年底，解放军曾试图渡海攻打金门等外岛，结果在古宁头战役遭国军重创，打响了武统受挫的第一枪。随后不久，韩战爆发，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海，中共被迫暂停对台动武计划。又如1958年炮击金门，尽管对金门造成威胁，但美国迅速提供军援支撑台湾防线。北京在美台同盟面前未能取得任何突破。时间快转到1995至96年，台湾首次举行总统直选，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引发第3次台海危机。中共在台湾北部外海发射飞弹示威，企图恐吓台湾选民，但美国派出2支航母战斗群挺进台湾附近海域，硬生生压下了北京的武吓企图。最终，台湾的民主选举照常举行，北京只能接受无功而返的结果。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中共想对台湾动粗，美国的干预和台湾自身的坚决往往让北京知难而退。于是长期以来，北京对台政策采取统战为主、武吓为辅的路线，表面高调宣传统一志向，实际行动上却相当克制。武统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始终只闻楼梯响。过去如此，未来只要条件不成熟也会如此。现在，美国情报报告的结论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趋势。报告明确指出，北京暂无攻台时间表，等于是拆穿了武统神话的虚幻外衣。那么，中共为何按兵不动？难道他们对统一台湾不感兴趣了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北京当局深知，眼下武力犯台风险极高，胜算渺茫。他们当然想统一，但更怕失败。可以说，中共自己心里也对武统没把握。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敢轻易定下死线，生怕到了期限完不成目标会进退失据。情报报告甚至提到，北京高层非常清楚对台动武存在失败的巨大风险，特别是一旦美国介入防卫台湾，那解放军很可能功亏一篑。换言之，中共心里明白，以现在的条件硬打，打不赢还丢脸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不妨逐项来剖析，看看武力犯台究竟为何困难重重。首先，横跨台湾海峡进行登陆战，本身就是现代战争中难度最高的军事行动之一。历史上经典的诺曼底登陆战，盟军动用了庞大兵力和舰队，才成功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而台湾海峡的宽度约130公里，中共如果要渡海攻台，也得进行一场规模不下于诺曼底的2栖登陆作战。解放军需要集结数以10万计的部队，出动上千艘各型舰艇和运输船只，才能把大批兵力和物资送上台湾本岛。而这不是偷渡小分队，而是在敌军强烈抵抗、现代化武器猛烈打击下强行登岸，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现实的是，即便中共集结了庞大船团，仍面临载具不足的问题。据专家估计，解放军目前拥有的登陆舰船和大型运输机数量，远不足以一次性投送数十万大军登上台湾。一旦第一波登陆未能站稳阵脚，后续增援恐怕难以及时跟上，那时前锋部队可能被台湾守军各个击破，整场攻势随之瓦解。
再来看台湾方面的防御实力，台湾并非一座任人宰割的荒岛，而是拥有2300万人口的现代化社会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台湾军方经过多年现代化建军，虽然规模不如解放军庞大，但装备和战术越来越侧重于不对称战争的理念，也就是专门针对解放军弱点进行防御。岛上部署了大批机动的反舰飞弹、野战防空导弹、精准火箭以及布雷系统。一旦共军舰队胆敢越过海峡中线，大批飞弹鱼雷就会扑面而来，试图瘫痪舰艇、击沉登陆船只。台湾还自行研制了雄风系列反舰飞弹、天弓防空飞弹等先进武器，并持续向美国采购最新型的 F-16V 战机和各种防御装备。最近台湾更下水了，国产的海鲲号潜艇未来若成军，潜伏海底的利剑将进一步威胁解放军舰队。所以中共若企图渡海，一路上将面临立体式的拦截与痛击，犹如进入铁桶阵一般。即便共军侥幸突破海上封锁，让一部分登陆艇冲上了台湾海岸，登陆部队在滩头仍将遭遇极其残酷的战斗。台湾的西部海岸可供大规模登陆的滩头并不多，那几处著名的潜在登陆场早已被台军经营得如同铁壁铜墙，滩头遍布坚固堡垒、钢桩障碍和预设的火力网。登陆艇门一打开，迎接解放军士兵的将是密集的炮火和子弹。纵使解放军个别部队技术先进、装备精良，也很难在最初几波攻击中击溃守军，迅速扩大桥头堡。台湾本岛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腹地复杂蜿蜒，非常利于防守方隐蔽机动。解放军即使一时登上陆地，也很容易陷入台军熟悉地形而展开的反击包围网中。试问，在如此险恶的攻登环境下，共军能有几分必胜的把握呢？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多家军事智库进行的兵棋推演显示，即便美军暂不直接出手，解放军强行攻台也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战局充满变数。而一旦美日积极介入，中共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除了台湾自身的抵抗，另一个中共不敢掉以轻心的因素就是美国和其盟友的介入。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提供防御性军事协助，多次表态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尽管北京常宣称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军不该插手，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也不敢赌美国一定袖手旁观。毕竟，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牵涉的不仅是台湾的命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信和地缘战略利益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可以想见，美日等国不太可能坐视不管。特别是日本，距离台湾很近，又直接受台海安全影响，早已放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美国若出兵，日本几乎必定提供协助，甚至直接参战。而美日同盟加上其他可能的盟友，例如澳洲的综合军力，至今仍然远胜过中国。美国拥有11艘大型航母战斗群，众多核动力潜艇和隐形战机，军事投射能力全球独步。解放军固然有所谓航母杀手、东风导弹等反介入武器，可以对美军舰只构成威胁，但这些武器从未在实战中验证。美军也早有各种反制和佯动策略，不可能束手就擒。一旦与美军直接交火，解放军不确定因素极多，胜败难料。更不用提美军数十年来征战各地，实战经验丰富。而解放军大多数官兵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残酷，谁更有临战应变、持久作战的能力，不言自明。换句话说，武统台湾对北京而言绝非一场大局已定的战役，反而更像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赌注是中共政权的存亡，因为如果他选择开战，不仅要面对台湾军民顽强抵抗，还可能同时与美日联军交手。一旦战事失利，后果将对中共极为严重。战场上的失败固然丢脸，但更致命的是国际和国内的连锁反应。北京当局长期以来鼓吹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如果在统一台湾这场民族主义圣战中碰得头破血流，那中共苦心经营的强国神话将瞬间破灭。在国际上，中国可能被彻底孤立，原本犹豫的国家也会倒向美国阵营，戒备防范中国。在国内，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将遭受重击，经济制裁和战争消耗带来的痛苦又会进一步激化民怨。
中共高层一向将不犯颠覆性错误视为生存铁律，而对台战争若输了，无疑就是一个颠覆性的致命错误。说到经济制裁和全球冲击，这又是北京投鼠忌器的重大考量。今日的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是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如果对台动武，几乎可以肯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祭出严厉的经济制裁，从高科技晶片禁运到金融领域封锁，把先前用在俄罗斯身上的招数加倍奉还给中国。中国以出口导向和制造业为引擎的经济模式将承受难以想象的打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是全球半导体重镇，战争一开打，台积电这类厂商的生产将中断，全球电子产品产业链都会陷入混乱。美国情报报告就指出，若美中陷入长期战争，将对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失，那也意味着中国自己多年累积的富强成果很可能毁于一旦。习近平当局心知肚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已放缓，社会问题不少，再加上一场战争的重创，极可能引发内部严重的不满与动荡，甚至威胁中共的统治根基。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情，除非走投无路，否则北京不会轻易铤而走险。基于以上种种顾虑，中共近年来对台策略呈现出能拖则拖，能下则下，能骗就骗，不到万不得已不开第一枪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不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持续加强军事准备，等于手里挥舞着大棒；另一方面，他们更希望能用大棒的阴影逼出一个不必真动手就达成的结果。北京政府一再强调他们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声称愿意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然而在台湾多数民众看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早已破产，尤其2019年后香港局势巨变，更让台湾民众看清一国两制毫无可信之处。中共的和平承诺缺乏可信度。尽管如此，北京仍寄望于施加各种混合拳压力，营造出一种两岸终将统一的氛围，希望有朝一日台湾内部出现转圜。例如，如果台湾选出一个较为亲中的政权，或国际环境发生对台湾不利的巨变，北京可能就想不战而胜，坐收渔利。所以我们看到北京目前在采取一系列非战争手段来软化台湾，外交上不断挖台湾邦交国的墙角，削弱台湾的国际承认，企图让台湾在世界上无依无靠。经济上，过去也曾利用庞大市场诱惑台商统占台湾的企业和县市，不过近年来台湾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有所降低，中共经济牌的效果在减弱。除此之外，中国对台进行频繁的认知作战和渗透，比如通过网络散播假讯息，利用新媒体影响台湾年轻世代，制造台湾内部分化，这些动作从未停歇。而最直接的压力当然来自军事上的切香肠、挑衅，解放军战机几乎天天绕台飞行，军舰在台海附近巡弋，动不动就搞实弹军演，甚至在2022年8月以美国政要访台为由举行大规模环台军演，一度造成台海紧张升级。这种种举措，目的就在于对台湾和支援台湾的国家展现肌肉，以武吓、逼和统。然而，尽管北京的声势造得浩大，实际效果却不如预期。台湾民心并没有被动下而倒向北京，反而因为目睹香港和乌克兰的情势，更加珍惜自身的民主自由，对中共保持警戒。就连国民党这样传统上主张缓和的党，也不得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统一，来迎合台湾主流民意。可以说，北京一边高举统一大旗，一边挥舞军事大棒，却在台湾收获了相反的效果。越来越多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对一国两制更是几乎零支持度。更麻烦的是，北京在国内也面临战狼舆论反噬的压力。过去几年，中国官方和民间媒体经常发出强硬叫嚣，例如扬言不惜一战，随时武统。每当台海有风吹草动，大批网民在网上敲锣打鼓，期待解放军给台独教训。像2022年佩洛西访台前夕，大陆社交媒体上就充斥着开战的狂热喊声，不少人甚至真以为解放军会拦截或击落座机。结果佩洛西安全抵台又离开，解放军事后虽然进行了演习，但终究没有直接冲突，这让部分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者颇感失望。
甚至有人嘲讽官方只是口炮厉害。可以说，中共自己把预期拉高了，最后行动跟不上鼓吹，反倒有点骑虎难下。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对内需要一个说法，对外也要一个态度。对内，他们不会承认是自身实力或勇气不足，而是强调战略忍耐。官媒会宣称，我们不急，时机在我们这边，统一是历史必然，只是需要等待最合适的时刻。如此一来，既能安抚国内的激进意见，又避免把自己逼进时间表的死胡同。对外，北京则继续展现强硬姿态，以防止台独动念。他们不断重申动武是最后手段，但如果台湾正式走向法理独立，那他们就不得不出手。这其实也是在吓阻台湾不要触碰红线。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人虽然强调祖国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也从未给出确切的最后期限。习近平曾在一个场合表示，台湾问题不应该一代又一代拖下去，让人猜想他想在自己任内解决台湾。然而他同时也说过，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种话语留有弹性，既向强硬派交代，也没有锁死自己的选项。实际上，北京方面长期的方针就是，能和平就不战，能拖延就不急。尤其现在看来，拖下去未必对北京全无益处。中共或许期望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可能内部分心或国力消长，或者台湾内部出现有利统一的变化。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时间对北京未见得有利，因为台湾也在持续壮大防务。美国拉帮结派围堵中国，中国自身还面临人口老化和经济隐忧。时间究竟站在哪一边，恐怕只有未来才能见分晓。但至少从现在到可预见的未来，北京并没有找到一个十拿九稳的武统时机，因此他们选择暂缓。在中共高层犹豫之际，一些过去鼓吹武统的急先锋开始出现态度动摇的迹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知名的武统派学者李毅，他曾大放厥词预测武力统一的种种好处，甚至说出武统台湾经济更好这类语惊四座的言论。然而就在最近，李毅却意外松口，承认台湾早已实质独立。事情发生在2026年初，当时传出一则震撼消息，美国与盟友对中东某国最高领袖实施了精准斩首行动，在短短一夜之间便将其歼灭。李毅在网络节目上谈及此事时，神情震动，竟一时语塞之余脱口说出台湾从1996年以后就已经实质独立了。要知道，1996年是台湾首次总统民选，中共在台海试射飞弹却被美国航空母舰震慑后退的年份。李毅这句话等于承认了自那以后台湾就走上自己的道路。他随即发现失言，赶紧补充声称这只是转述欧美杂志的看法，试图撤回。但这番自打脸的场景早被媒体捕捉，引起热议。李毅的崩溃折射出什么呢？从中可以窥见，连过去信誓旦旦鼓吹武统的人，在现实强权的震慑下，也不得不清醒一点。美国强大的军事行动能力让他们意识到，中共若轻启战端，对手可是当今世界军事头号强国，没有轻松取胜的可能。也难怪坊间玩笑说武统神话不仅民间开始不信，就连那些年年喊打的人内心都开始打鼓了。事实上，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不光是李毅，一些中国战略学者和退休将领近年也在更谨慎地讨论台海问题。他们明言最好以不战方式实现统一，因为打下去很可能是两败俱伤。虽然这类声音不会登上官媒头版，但至少说明一点，武统不再被真当成手到擒来的必胜选项，而是最后不得已的冒险赌局。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武统台湾曾经被某些人神话般的视作中共手中的王牌，但是现实给这种幻想浇了一盆冷水。美国情报界的最新报告无疑印证了这点。北京当局目前没有信心，也没有急迫时间表去打这一仗。他们当然从未放弃最终统一的梦想，但眼前更务实的做法是继续磨刀不误砍柴工，一边提升军力，一边伺机用其他手段削弱台湾的抵抗意志。从某种角度讲，武统神话的破灭反而可能让台海进入一段相对冷静的博弈期，各方都更清楚真实的红线和后果，短期内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当然，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中共就此罢手，
统一台湾仍然是他们的长远战略目标，只是实现方式和时机的拿捏将更加小心。在未来，或许随着国际形势或内部环境变化，北京的计算也可能改变。如果某天他们自信成功几率提高，仍有可能重新祭出武力选项。因此，台湾和支持台湾的国际盟友绝不能掉以轻心。对台湾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实力争取和平，自己强大到让对方不敢轻易动手，同时在国际上争取更多支持，让北京明白开战将是全球皆输的局面。目前看来，武统神话暂时崩塌，但两岸之间新的较量正在以不同方式展开。北京会继续喊话拉拢加压，台湾则需要稳住民心，加固防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武力犯台的风险虽未完全消除，但也许因为这次情报评估而有所降低，至少中共自己都没有十足把握，那他们就会更慎重。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看似不可避免的战争都曾因各种因素而避免，希望台海局势也能如是，让战争的鬼影因各方的理性而烟消云散。最后，我们总结一句：神话终究是神话，现实终究是现实。中共对台湾动武的神话如今露出了破绽，现实告诉他们这条路充满风险荆棘，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他们既不会放弃统一的念头，也不会随意扣下扳机。我们将见证的或许是一场更长期的博弈和较量。在这场博弈中，只要台湾自身站得稳，民主世界守得住，武统的传说就将继续沉睡下去，无法成真。至于未来如何，我们唯有拭目以待。然而可以确信的是，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岸乃至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希望北京当局最终能认清这点，不要被自己塑造的民族主义神话绑架，做出无法挽回的错误抉择。